好的，然後就到今天了。今天是10月26號了。前情提要一下，上一集先做了紙樣，做了樣衣，確定我要的設計線都在我想要的位置之後，我就開始做裝飾的練習。當要開始剪裁正式布料的時候，我又開始懷疑我自己了。雖然很不想承認，但我覺得我買錯布料了。一邊在輸出影片，一邊在開工。我覺得我真的選錯布料，但我不想要因為這樣就停下來。在很無腦的做出了第一版完全不是我自己想要的那個樣子之後，終於醒過來。今天這一集是要幫我的女巫朋友做一件非常森林系、水系的女神的洋裝才對。而且上一集完全忘記要放我的設計稿的原圖給大家看了。上一集停留在我把它斜切完之後，發現自己沒有足夠的布料去做第二層裙子。今天是10月26號了，距離萬聖節已經不到1個禮拜的時間。我昨天終於去市場把我需要的布料買齊了，狀況還不錯。然後我想要做的事情也非常明確，就是把下面這一個長裙做好。哦，對了，然后我在前2天逛街的時候看到了一個還不錯的 idea， 它可以保有我想要的那一種很不規則的設計感，所以我應該會採用那個想法。這是我所剩的布料，這是我這次補的布料，然後我還加買了這一個，在大拍賣，老闆說這樣整捆，我也不知道多長，就直接算我3塊錢美金而已，我覺得太划算，不買可惜了。而且好像很適合，就是這個柔軟程度很適合剪裙子，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會用一些，不知道也需要換嗎？換的話就要全部再拆掉，再重來一次，可能不會換，可能就添加在其他地方，然後變成緞帶的一部分。很可惜的，最後搭不起來，所以沒有用。做了一些設計上的調整，所以我现在在改我的紙樣。紙樣改好了之後，就可以開始剪布料了。我一直覺得這個撕布料的聲音非常的爽快，非常的療癒。那時候本來想說要做蓬裙，所以剪了比較大塊的布，後來發現沒有這個必要。我決定先做背面的那一塊，我原本就有剪，但是中間在改造的過程中把它先拿掉了。現在把它拼回來，然後外加上面這一塊布料。準備把小襯裙外面那一個小襯裙跟上衣的部分縫合起來，真的不合。把抓皺的部分打開，看會不會合起來，頂多最後再一起抓皺。勉強可以哦。縫起來之後再來用鬆緊帶，應該就會有那個效果了，希望。感覺就是要放個鬆緊帶。我再測量一下長度跟3圍是不是符合的。早安了大家，一早就收到包裹了，想說跟大家一起打開。咚！哇塞，這個包裝有卡片哦 ，so cute， 還有貼紙哎，它好棒哦，它整個包裝都超棒的。然後這是它的 business card， 太棒了，大家去支持一下。這是蠟燭吧？誒，他多送我一個項鏈，這什麼？這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感覺是某一種石頭嗎？哦，這個就是啊，哇！哦，他有跟我講說，就是這個鏈子的顏色會慢慢變深，就是現在看起來是古銅色的，偏橘的這個顏色，它慢慢黑掉。選的這個石頭，他幫我鑲在這裡，耶！哇，好漂亮哦！這顏色超漂亮的耶，感覺很適合聖誕節的那種禮物。哇，跟這個也蠻搭的，真的有女巫感。我反而比較喜歡上面這個顏色搭配，這個好像就是看不出它的亮感了。我選的是粉紅色的，某個光線角度下看起來是 OK 的，但真的蠻低調的。Oh, so pretty！ 大家如果有聖誕節想要送女巫朋友一個項鏈的話，可以參考他們家的產品。哦，我這個朋友真是太有才了 ，so talented。Thank you, Megan。Megan 跟我的高度差大概就是這樣子。耶 ，Thank you！ 哇，太厲害了吧！還有一個小小的坠子，上面有他們家的品牌的名稱 ，Crystal Coven。Guys。This is amazing， 會有一種好像阿嬤的那個眼鏡鏈一樣，對不對？又是一個阿嬤風。但是看面的墜子的話，就是真的會有一種女巫感哎。哇 ，close to my heart， 耶！然後另外一個，它有一個瑪瑙色，然後又有一點紫色光澤。I'm gonna wear it now。它好厲害哦，這全部都是它手工的。Oh my gosh！
我真的要 step up my game then. Oh my gosh, what did I do? It broke. 我把它项链扯断了。噔噔噔。怎麼這樣子？我要跟他講，怎麼會這樣？倉皇逃走，大家不用擔心。我後來又把它變成一個手環，所以沒有浪費掉它的心意。In the meantime, I also cut off the blue lace fabric and make the same cut as the dress that I had, but realized it's gonna be too heavy for the straps, so I cut it off around like half of it and make a slit in the front.穿一下，就是整圈裙子只有这邊有2條縫線，盡可能的讓它變得好像是故意的，事實上不是。如果其中1條是側線，這1條就當做是開叉的線的話，好像會比較有那種意圖感、設計感啊。那個開叉，這樣應該會比較好走路。我覺得我可以把它跟上衣連在一起了，這樣子連在一起之後，我就可以開始做裝飾了耶。好緊張哦！今天其實已經10月28號禮拜2了，再3天就萬聖節了。OK， 不緊張，就算沒有如期完成 ，so what？ 我已經跟他就是說我還沒有準備好的布料，所以有點 delay。他說完全沒問題，非常善解人意。接上去了。這邊中間不是我想象中那樣，就是黑色會剛好在胸線對接這邊，但是沒關係，先暫時這樣子，因為到時候可以鬆緊帶，我就想說鬆緊帶就從黑色這邊開始做，這樣就會縮緊這個距離，然後裙子的部分垂墜的感覺也不錯，比上面這一塊好。不錯，然後長度可以再修，我還在想下面的收尾是要用這種收邊法，因為綠色這一塊布料也還沒有收邊，還是蕾絲縫在這一塊布上。但不管怎樣，雛形大概就是這樣，然後就可以開始做裝飾，準備收尾了。背後的部分就是大露背啦，就是原本它的設計的樣子。哇，好像越來越有樣子哦。然後這邊這一個地方拼接起來的感覺也不錯，階梯狀，期待了。搭配這個項鏈，蠻好看的。好了，肚子餓了，去吃午餐了。又是全新的一天。昨天在吃飽飯，大概9點10點的時候還在趕工，我又把它拆掉重縫，因為我發現做的那個方法會留出很醜的縫份，所以如果我把它就是反面對正面的縫在一起，再翻過來的話，大家應該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但這是可以把縫份藏起來的一個縫法，順便就可以把鬆緊帶藏在裡面，然後外面看不出來，然後也找不到縫份，除非你把2件裙子分開才會看得到這個藏在裡面。然後因為抓的時候布料有點跑掉，所以這邊稍微固定一下，今天早上要來修理它。鬆緊帶呢，我本來是想要用比較細的，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抓力可能就會不夠，所以我後來選擇了比較粗的，大概是不到1寸，大概是3/4寸的寬度的鬆緊帶，然後後面也會縫1條，然後就可以希望可以很牢固的固定在它的腰上，不然其實蠻重的。做完這個步驟之後，我就要來修這個裙子的長度，然後就要開始做裝飾了。我後來發現很多人看我的影片，好像也不一定是要做縫紉的，大家就是看一個開心，看一個生活態度，看一個放鬆，配飯吃的感覺，這樣也很棒。分享一些小細節好像也無所謂，就是縫紉上的小細節。前2天還看到一個網絡上的分享，在印度的製衣工廠裡面，你可能會覺得比較貴，就是材質好，或者是做工比較好，是手工的，是怎麼樣的，那個畫面可能就很美好，就像是我們在看別人他的 YouTube channel 經營得很好，他一定是過得怎麼樣光鮮亮麗的生活 blah blah blah， 但是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都是想象出來的。美國生活不一定是好的，來國外留學不一定就是有錢人，這是大家的迷思。然後那個還沒有講完。然後這個印度工廠，那個工廠環境真的很爛，然後想必他們每天這樣子辛苦的工作的薪水也不高，然後他們可以這樣子剝削他們的勞工，然後換取相當暴利的一個回饋，我覺得很過分。而且老實說，這些東西如果沒有社群媒體的話，我們就永遠都不會知道。
就算知道，你也會選擇說，啊，可是我就是負擔不起這麼貴的啊，所以我一定是 ，Oh my gosh， 我會縫錯嗎？沒有，就是很矛盾。就是全球化之後，有些東西其實還是很矛盾的。你不想要買那些剝削勞工的工厂出來的衣服物件，但是市場競爭就是這樣。他如果沒有這樣搞的話，他就沒有辦法在市場待得更久，因為他還是需要獲利，就很矛盾。像我做這個也是啊，就是嘴巴上說是慢時尚，是保護資源、保護環境，然後去做一些比較明智的選擇。可是事實上，我也用了超多布料，制造出超多垃圾，然後誰獲利了，對不对？誰獲利？我也沒有要賣，我也没有要做什麼，就是低成本的交易，但就是還是会中間会有人獲利，然後污染了環境，很矛盾。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的毛邊，然後就是一個鬆緊帶在裡面，然後外面長這樣，就看不到任何的線，然後鬆緊帶被藏在這裡，然後也不用收邊了，就這樣，然後背面也做一樣的事情。還不錯，就是這裡露出了一點點內襯的綠，但這形狀是我要的那個形狀耶，很棒耶。這邊我覺得有點奇怪，所以我想要把這個放掉，把線放掉之後，不知道會不會就是自由的垂墜感會比較高，然後長度太長了，所以我怕卡到輪子，先修一修，再來處理上面。Megan 比我高10公分，所以大概就是這個人台的高度，所以如果人台穿起來是這樣，那應該會很剛好吧，希望如此。到了最後要裝飾的這個步驟了，其實我玩得蠻開心的，雖然我的表情看起來有點嚴肅，但我其實是 having fun，you know。最後這個裝飾就是在逛街的時候看到的那個 idea， 有點緊張，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不知道狀況會不會是如我想象的那般順利。現在大概這樣，全部都是用別針別上去的，所以還可以改。這個露在外面感覺好奇怪哦，當底色還好，但露在外面就好像怪怪的。後面長這樣。就是如果多這一圈的話，就好像太突兀了。這垂墜感很不錯，應該就這樣。然後我把那個拆掉，看看要不要再多放一點黑色蕾絲，讓它看起來不要太單調。哇，接下來應該是要先手縫固定，然後才能全部拿下來用機縫的。大家覺得怎麼樣？蠻驚喜的，跳脫了舒適圈，做出了一個比較跟自己比較工整的個性不一樣的東西。背面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太單調。這樣感覺好像不對，我現在覺得應該是要穿在人台上面，縫線先做個記號，然後直接到機台那邊對齊着記號來縫，好像就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咯。耶，是這樣子斜切，那邊是這樣斜切，可以。我想再多做一個，我現在有3條，再多做1條的話，看起來應該會好一點。第1條，第2條。然後第3條剛好接到前面的開叉這裡，有點可惜，我以為可以塞下4條，看起來是不行。然後我還是覺得水母的感覺不夠，所以我又多做了一些鬚鬚，要再加上去，就感覺2層還不錯。然後留一點點下來，另外一邊也是，然後腰上也多1個。我其實還剩了一些布料耶，大概還有1碼，想說是不是要再多，還是這樣就好了，不要做過頭了。要給朋友的這一件洋裝做完了，做了很多水母的效果，希望是合身的。怎麼樣？我第一次做這種很不規則的東西，我覺得跟他們家的項鏈蠻搭的呀。耶！出發前5分鐘，想說應該來縫個我的 label。Megan got me a handwritten letter, and I feel like I should do that too, but I'm rushing out. I feel like I should take my time, but today is Halloween, and I don't want to wait. And Sam is waiting, so I don't want to keep him waiting. I'm driving him to work, and I'll be leaving. Oh my gosh, okay. Did I? Jeez, I did. 好煩哦，不想改了。I saw on the decoration ruffle. Alright, why don't I just read it out loud? Dear Megan, I appreciate your friendship. It was my first full-time
job, and I am so glad that I had you on my side, doing all those little crazy schoolwork with me. And I feel so safe when you're on my side, always guiding me through all the steps, all the meeting, and I couldn't imagine doing it without you. And I'm so glad that we reconnected, and knowing that you're doing so great and looking at your work and your creativity just make me feel happy for you. I appreciate your friendship and kindness. 喂，刚好缝完了，噔噔噔，好，出发。总觉得我应该丢一些小礼物进去，因为他也丢了超多小礼物给我的。什么声音？我要去邮局了。Alright. I just sent it out this morning. Hopefully she got some time to play around with it and then style it. I'm kind of nervous because I'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再做更多不同的挑战。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裡咯。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all her styling with the dress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that's it for this episode. I hope you enjoyed it.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